係各位網友嗱，呢個自從呢個前日收市就係NVIDIA 宣布咗個業績，咁咧就佢個股票起到190幾蚊跌翻落嚟，咁就拖累琴日嘅股市跌。但呢條片咧主要唔係講個業績，亦都唔係講個股市。我有另一條片講個股市，係講 NVIDIA 宣布咗業績之後，嗰啲人嗰啲講 AI 泡沫論嘅人，就佢嘅業績有乜嘢評論，揾到幾樣嘢嚟攻擊，呢個就導致 NVIDIA 嘅股份開始下跌嘅。琴日咁，然後其實就係 NVIDIA 黃仁勳啊，喺呢個電話訪問，喺電話會議嗰時，佢係點樣駁斥呢個 AI 泡沫論？我講出嚟俾大家自己考慮一下，啊！今日開始 Black Friday 啊，今日開始啊，我舉個例，個1880蚊呢一個冇得再減價㗎啦，但係 Black Friday 咧11月底咧就唔再賣㗎啦，呢個嘢就係完㗎啦。咁就剩翻一啲啦。咁今次咧送亞精安喎，呢一個咧就係呢兩個夾埋咧，就係保持你嘅青春咧就最好嘅嘢嚟㗎，係有論文證明嘅。再加條 Scott Regal 嘅圍巾嚇，1880蚊咧係冇得減，就但係再送一個亞精安同埋個 Scott Regal 嘅圍巾。嗱，有50個超低價拳頭產品，有百幾種清貨價產品，不惜任何代價。呢個 Urian 純素蘆薈面膜8片裝178蚊，係6折去到157蚊。呢隻犀利啦！我睇見真係平，韓牛5花火鍋片300克喎，300克喎嚇，4折99蚊，我嚟打邊爐咧非常好食，非常好食。好啦，呢個 NVIDIA 咧公佈咗份完美嘅財報啊，營收同淨利碾壓預期，結果今日股價下跌。第三季嘅營收狂飆到570億美金，大家記住呢個數字570億，按年增加62%，純利咧增加65%添，319億美金，大家記住呢個數啊，319億美金，淨係一季嘅純利，數字遠超分析師嘅預期啊！嗱，點解嗰個純利多過嗰個營收咧 ？Operation 管得好好 ，Operation expenditure 起唔到咁多。黃仁勳形容呢季嘅表現啊，好到離譜啊！尤其是數據中心嘅業務，單季吸金512億 ，data center 佔咗512億啊！全球 AI 狂潮冇減退嘅現象。嗱，我哋睇下呢個就係咁，570億。最樂觀嘅估計係552億啫，每股賺過3 ，data center 佔咗512億，機明咧43億，呢個以前係佢本身最重要嘅任務，呢一個就係，然後咧就係嗰個汽車啊嗰啲嘅增幅咧都好可觀嘅，嗰啲又冇講出嚟，第四季先至得人驚啊！再由570億增加到637億至660億，你當佢650億啦，增加80億，即係咧比起季與季嘅增幅啊，係10幾個 percent。嗱，我哋睇下佢嘅 data center 嘅 revenue 咧係咁樣起發，再狂飆上去 data center。然後再狂飆上去，每股 earning 同埋呢一個1年前比，同1年前比1年前比，呢個係每股嘅 earning 係，同埋1年前比係7.8毫，去到1個3，呢個係，咁你如果係咁嘅趨勢咧？咁1年後係咪應該係2個半啊？咁咧就係
賺10蚊嘅咯，2個半一季就賺10蚊嘅咯。佢嘅股價180蚊咁就10幾倍 P/E 喎，只要 grow 多1年啫，就10幾倍 P/E。但呢份亮麗嘅成績單咧，唔能夠取悅中壞咗嘅華爾街，唔係，係華爾街係俾啲人中咗一班陰謀論，中咗啲兜咗落去啊！盤後股價一度下挫，投資者擔心好消息出盡，泡沫會爆破。呢個係嗱，我哋睇下呢個股價，佢曾經飆到上195蚊，然後咧就跌翻落嚟，結果180蚊收場喎，跌咗2蚊喎，跌咗2蚊喎嚇。空頭攻擊佢，話應收帳款激增，本季應收帳由230億暴增到334億，令人質疑銷售嘅真實性同回款能力。嗱，呢個就係應收帳，呢個就係 inventory。我哋睇下呢個好好笑嘅，呢個係嚇，呢個係好好笑，呢個係嚇。應收帳係要同乜嘢相對啊？同個 sales 相對。你570億，你係激增咗60幾個 percent，60幾個 percent。應收帳係咪增加60幾個 percent 啊？應收帳增加唔到喎，應收帳只係增加50個 percent 喎。你做多啲生意，梗係多啲應收帳㗎。570幾億係唔夠2個月嘅應收帳，竟然懷疑 NVIDIA 嘅應收帳啊！但呢個就攞出嚟講嘅嘢啦，呢個就係嚇。4大客戶佔總營收高達61個 percent， 呢個係錯嘅，呢個係錯嘅，因為佢唔會公佈嘅，呢個係冇咁多。呢種極度集中嘅客戶結構咧，如果有人微軟或者 Meta 一個巨頭縮手，輝達就危險。即係你要咁講啊！呢個你估微軟同埋 Meta， 佢而家好似講咧，其中一個縮手，即係突然間唔投資 AI， 咁咧輝達咧一間唔投資 AI， 輝達咧就唔見咗10個 percent 嘅 sales。嗰個問題唔係咁嘅喎，呢啲公司咧就第一嚟緊嗰1-2年咧係已經 project 好晒，落晒單去訂，係唔會突然縮手先，首先係。亦都冇得縮手先。第二，就算係縮手啊，所謂嘅縮手啊，都係增長慢啲啫嘛。佢嗰張單唔會唔見咗噶嘛，係嘛？就算係減一啲啊，都係輕微地減。所謂嘅縮手就唔係會變咗0噶嘛。嗱，佢就講第三，市場更流傳供應商融資嘅陰謀論，懷疑輝達透過投資 OpenAI。等 OpenAI 去買佢嘅晶片，撐住股價同營收，呢個就係面對鋪天蓋地嘅泡沫質疑啦。黃仁勳喺財報電話會議強勢反擊，直言輝達睇到嘅景象同市場嘅擔憂截然唔同。佢用幾點嚟到反駁？第一，佢話我哋處於電腦產業60年來未見過嘅結構性大翻身。係成個電腦產業翻身，成個電腦產業幾多錢呢？成個電腦產業係幾十萬億嘅，係幾十萬億嘅，10萬億以上。呢個唔係泡沫，係舊有運算架構全面被淘汰同升級，舊電腦、舊 server、data center 全部換新機。佢提出反駁泡沫論嘅第一個論據。摩爾定律已死。呢個摩爾定律每18個月至24個月，嗰個晶片就會跌一半價，個晶片密度加1倍。而家冇辦法加得咁快。其實咧唔係冇辦法得咁快，而家咧我睇見台積電嗰啲每一個 generation 咧一年咧，佢係增加10幾20個 percent 嗰個晶片能力，但係唔係。用呢個 GPU 同埋 AI 咧，嗰個算力咧，一年係增加7至10倍，增加10倍。傳統 CPU 冇辦法應付暴增嘅數據，全球資料中心一定要換晒 GPU。嗱，呢個就係個真相。佢換呢個 CPU，因為 AI 嘅發明對數據嘅要求大幅度增加。
根本啲 data centre 一定要轉晒 GPU base。點解轉晒 GPU base 咧？嗰個算力啊係平好多，佢哋會賺多好多錢。第二大論據咧就 generative AI 嘅產生，而家唔係一個軟件升級，而係創造咗新嘅軟件類別同商業模式。首先 CPU 嗰個算力進展太慢，要由 GPU 取代，係全球嘅 data centre 要換機。你唔換咧你就大鑊，因為咧 GPU 咧係平好多、快好多嘛，個算力提供大好多嘛，你唔會揾自己笨噶嘛。第二咧就係因為有 generative AI， 佢產生咗啲新嘅需求出嚟啊。咁呢個譬如話呢個可以用嚟做 ChatGPT 啦，生成畫面啦，各種各樣嘅功能。隨着 generative AI 呢樣嘢嘅呢個發明同埋成熟咧，令到嗰個算力大幅度增加需求。呢個咧係一個革命嚟嘅，唔係呢個10%、20%嘅進步，係轉咗第二種形式。第三，軟體由傳統嘅寫 programming 轉為機器學習模式，呢個徹底改變咗全球價值1萬億美金嘅電腦基礎設施。原本嘅 data centre 係1萬億美金呢個基礎設施，而家咧係要全部換新機，而且再增強佢嘅能力。第三個關鍵就係代理人 AI 嘅興起。未來啊 AI 能夠自主規劃執行任務，咁樣咧就引爆更加龐大嘅運算需求。你可以諗下一個 AI agent， 你可以叫佢 plan 日程，然後咧你就叫佢幫你訂埋機票、訂埋酒店、訂埋戲飛，所有嘢佢安排晒。佢其實一個咁嘅 command 嘅運算啊，佢係做咗好多嘅 function 喺入邊。即係譬如話，我哋用 AI agent 嚟講咧，佢就會幫我撈啲新聞出嚟，將個新聞寫成稿，然後咧同一個 agent 喎，咁咧佢就將佢寫成稿，然後咧揾個虛擬公仔，然後咧就讀咗佢出嚟，就變咗片，加埋字幕 ，send 埋上去 YouTube。喂，呢個要用幾多功能、幾多計算能力啊？黃仁勳霸氣話輝達之所以被選中，係因為我哋嘅架構獨一無二嘅，能夠完美支援呢三個改變。佢係即係咧，佢係軟硬件兼備嘅，呢個係令到人哋冇辦法同佢競爭嘅，呢個就係。而且佢係由呢一個晶片開始，由 GPU 晶片開始，加埋 memory， 加埋傳送，加埋整機。成部機，然後就再去到呢個軟件同埋好多嘅 application。目前日前喺 APEC 嘅峰會領袖會入邊，佢話 AI 進入良性循環，唔係好似外界咁係個燒錢嘅無底洞。AI 咧，而家嗰啲錢由邊度嚟咧？我講俾你聽，係由雲，有好大部分係由雲計算嗰啲人俾錢。雲計算咩人喺度俾錢咧？就係嗰啲企業喺度俾錢啦，雲計算幫襯，因為你要幫襯佢去計算嗰刻，因為而家用多咗 AI， 對於嗰個算力嘅要求嘅增加咧就係好快嘅。而家係咁，嗰三大雲嘅計算咧，手上係有7500億美金嘅 unfulfilled contract 係擺喺度，係做唔切，呢個就係好多係由雲計算啦。第二就係第二個需求就係大型元宇模型啦，大型元宇模型咧佢又有產生佢 generate 嘅現金啦，即係譬如 ChatGPT 有收錢啦，然後有 API 啦，然後佢又提供服務俾人啦，即係譬如 Anthropic 咁樣啊，提供好多服務俾 Microsoft， 於是 Microsoft 咧喺個 business 就賺到錢啦，喺 Copilot 上面賺到錢啦，即係咁樣。咁呢一個而家譬如話呢一個Google 又提供語音服務俾 Siri 啦，咁呢啲咧都係賺到錢，第二個賺到錢嘅途徑啊，呢個第二個賺到錢嘅途徑。咁呢啲錢啊係 generate 好多錢翻嚟，
而嗰啲錢咧就俾嗰啲雲計算啊同埋呢啲公司賺咗咧，然後我嚟買晶片嘅。嗱，我舉個例咧，即係 TEM 咁樣，舉個例 TEM 咁樣，因為佢使用咗 AI， 佢嘅收入咧係暴增，於是咧佢就要幫襯啲雲計算公司喎，佢需要算力去推斷嗰啲 cancer 啊嗰啲咁嘅嘢嘛，咁雲計算公司收入增加咗，就去買晶片咯，呢個就係嘅咁咯。呢個其實所有公司都係咁 ，Palantir 嘅生意啊，又係60-70% 增加，佢係需要更多嘅算力，所以佢又幫襯啲雲計算公司。佢呼籲投資者唔好睇住雲端商嘅資本開支，要睇佢哋帶嚟嘅收益喎。佢哋係賺多咗錢喎。嗱，我舉個例，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咧，蘋果投資得最少錢喺 AI 上邊，買得最少晶片，結果咧蘋果嗰個現金收入咧係增長得最少嘅。用得最多嗰個咧，蘋果係增加幾個 percent 過去嗰幾年3年啊。呢一個 Microsoft 咧係最多嘅，但 Microsoft 個現金增長係最多，係70%。買機器係為咗賺錢嚇，如果買機器做嘅產品賺到錢嘅話咧，就嗰啲人唔會停止買機器噶嘛。AI 越好使用，於是咧就越多人用，於是佢哋賺多啲錢，於是促進更多嘅基礎投入，於是創造更強嘅 AI， 呢個就係個良性循環。因為 AI 實在好用，好多功能，而佢嘅算力好平，於是咧我哋要使用呢啲嘢咧，比以前咧平咗好多，於是我哋用多咗咧，我哋俾多啲錢咧。有幾樣嘢咧，就係做 application 嗰啲人真係收入喎，多咗喎。你睇見 Palantir 啊、TEM 啊、App 啊嗰啲全部收入多咗喎。呢啲公司我哋就係即係 robots 啊，即係唔係 AI 咧做唔到喎，佢哋收入多咗，於是雲計算嘅公司收入多咗，於是好多錢買晶片，於是俾黃仁勳再整更好嘅 AI， 於是循環不息。為咗證明需求唔係泡沫咧，佢舉例微軟、Google、Meta 啲巨頭都瘋搶晶片，4間啊，加埋亞馬遜，呢4間係使錢最多嘅。而家呢4間使錢最多，跟住落嚟咧，第二梯隊就有呢一個蘋果啦，呢個都有蘋果啦，咁就有呢個 Oracle 啦，啊呢啲係第二梯隊。呢一個 OpenAI 咧就係一半獨立，一半呢啲錢使喺 Microsoft 嗰度嗰啲嘢度，喺 Oracle 嗰度啊 ，Anthropic 呢啲人啦，呢個係啊，邊個落後咗呢場競爭係會被淘汰嘅，佢哋無可選，冇得選擇嘅。黃仁勳議員 AI 由仲有第三個 AI 咧就由呢一個純粹嘅知識變咗走向物理世界。咁樣需要嘅算力係好多嘅，呢個包括自動駕駛啦，同埋機械人啦。嗱，呢個走向現實世界，呢個 ISRG 呢啲直覺呢外科咧，就係一個走向現實世界嘅嘢，更加精準嘅外科機械人手術。未來嘅工廠全部係自動化嘅機械人世界，將會傳造全球價值100萬億美元嘅產業，全球嗰個 GDP 係100零萬億美元，100零萬億美元咧，90%係人工嚟嘅，喺層層加落嘅人工，呢啲人工將會被機械人取代，呢個係咧係得人驚嘅一個 scenario。好啦，針對最受關注嘅 Blackwell 晶片控制，黃仁勳喺專訪用完全失控嚟形容需求，用語之重顯示市場嘅瘋狂程度。雲端 GPU 賣晒，你中國唔買得賣晒，呢個係呢個係搶唔到嘅雲端 GPU。我都話啦，3大買家呢個亞馬遜，如果以雲端嚟講，亞馬遜呢個 Microsoft 同埋呢一個 Google，然後就 Oracle，
然後就 IBM。目前訂單排到出年，佢面臨龐大嘅供應鏈壓力，而唔係需求不足，係供應不足。呢個我話啦，佢嘅 back bottleneck 啊，係喺台積電能夠生產到幾多 AI 晶片。對於外界擔心資料中心面臨電力同土地問題，佢展現工程師嘅思維，斬釘截鐵表示呢啲可以處理、可以解決嘅問題。嗱，我話俾你聽，其中一個 turning point 咧，就係喺未來一個月咧，好可能 Donald Trump 會做一啲嘢，係引入外國資金加埋美國本地資金，大速度去 upgrade 美國嘅電網同埋個供電設施，嚟到解決呢啲問題，同埋咧一次過可以好快地批准啲 data center 電網啊，呢個發電設施啊，呢啲嘢解決呢個算力嘅問題。財務長補充數據顯示，輝達已經手握5000億美金嘅長期訂單，呢個甚至冇計入最新嘅成長訂單喎。幾時交貨呢？6季入邊。如果你去到6000億美金呢，每季1000億美金，而家係510幾億 data center， 係再 double 啊！佢再 double 上去，即係再 double 上去呢，我都話啦，而家過3一股呢，你變咗2個7一股，一年後變咗2個7一股，4季11蚊，10幾倍 PE 增長，就算你慢翻落嚟都有20-30% 增長嘛，係嘛？係一隻好平嘅股票喎。對於投資 OpenAI 嘅爭議咧，佢話呢個係輝達會保持極高嘅紀律，投資係擴大生態系統，而唔係為咗製造假業績，唔需要嘅。呢個 OpenAI 佢唔需冇佢嘅錢啦 ，OpenAI 都有好多錢去。佢投資佢咧係因為佢覺得 OpenAI 會賺大錢咯。於是佢個帝國會更加大咯，呢個就係。雖然失咗中國市場，嗱剛啱去咗沙地阿拉伯，各國政府建立主權 AI， 呢一個咧就剛啱批准咗去阿聯酋同沙地所有有錢嘅國家都建立緊主權 AI， 咁呢個咧就可以補晒中國嘅缺口。華爾街著名分析師 Dan Ives力挺黃仁勳，話呢個係一隻 AI 革命。而家嘅輝達就好似當年嘅蘋果係喺爆發前夕啫。我都話毫無疑問，我係幾隻股票毫無疑問，呢個就係 NVIDIA 台積電咧。我星期日嗰個我會俾大家個投資報告，俾 Patreon 嗰啲人咧就會詳細解釋台積電。喺輝達同埋華爾街激戰，美國總統呢個 Donald Trump 忽然間連發3文，都係引木黃仁勳講嘅嘢，呢個係變咗係國策嚟嘅。Donald Trump 高調引用黃仁勳嘅話，因為 Donald Trump 總統 Blackwell 晶片可以喺美國製造，呢一切都歸功於佢嘅政策。咁呢個其實係拜登開始喎，呢個真係嗰啲晶片呢。第一廠咧而家生產緊啦，咁但呢個係拜登時候開始喎，佢特登讚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顯然將輝達嘅成功視為自己嘅政績，佢喺公開場合對黃仁勳話：你正係接管緊世界 ，Jensen， 我哋都希望你係啱嘅。呢個係紐約時報指出呢兩個人嘅關係好密切 ，Donald Trump 甚至將輝達嘅 AI 晶片視為同各國談判貿易同和平嘅重要外交籌碼，拎嚟講數嗱。因為咁呢，佢就去投資呢一個，佢就放咗佢啲晶片去阿聯酋同沙地阿拉伯。正因為放咗嗰啲晶片去沙地阿拉伯咧，沙地阿拉伯肯投資多啲錢翻美國喎，係一個好重大嘅 bargaining chip。呢種政商結盟前所未見，顯示 AI 晶片呢已經唔係商品，係美國霸權嘅核心，地位不可撼動。所以黃仁勳嘅利益就係美國嘅利益。以前有人話 GM 嘅利益就係美國嘅利益，而家唔係，而家 NVIDIA 嘅利益就係美國嘅利益。Donald Trump 會全力支持嘅。回顧歷史，
2000年嘅科網泡沫化企業咧，淨係得本夢比冇獲利嘅，係話有幾多人睇過啫？冇，全部都冇錢賺錢好少。而家輝達係真係賺好多錢，而且唔止輝達賺好多錢，買佢晶片嘅人咧都賺好多錢。你睇下啦，佢話嗰4大公司嗰個 balance sheet 同個 P&L 賺幾多錢啊？呢個 Microsoft、呢個 Google、呢個 Meta、亞馬遜4間都係賺緊大錢，而且佢哋賺錢嘅速度仲係前進緊。好啦，今日我講啲拳頭產品俾大家聽先。呢個今日呢個 Black Friday 一家韓牛300克99蚊，豬腩片韓國豬腩300克49蚊，韓牛五花子火鍋片呢個係一家99蚊300克，呢個韓國豬腩火鍋片300克49蚊。一家韓牛牛柳200克呢個係150蚊。韓國韓豬梅花火鍋片300克49蚊。一家肉眼扒188蚊。呢啲而家打邊爐同煎咧，凍凍地咧最好食嘅，呢個就係。仲有泰國 U Farm 急凍去骨無皮雞胸肉400克19蚊。急凍去皮無骨雞胸呢個1公斤呢個1公斤40蚊。野生牡丹蝦剩翻少少440蚊。呢個龍蝦尾大減價呢個係8盎司一條龍蝦尾，呢個128蚊減到，我就買得咁平嘅，大家要多多支持嚇。大家知道乜嘢？我細個嗰時咧，我媽咪成日都話貧血嘅，女人成日都貧血嘅。咁點解咧？即係因為有月經就好容易貧血啦。你知道你流多咗血咪好多血。你就係其實貧血就係血中嘅鐵質唔夠。咁韓國媽咪和爹哋液體鐵係用股神巴菲特旗下嘅西班牙 Librasol Life Science 開發出嚟嘅 LipOffer 獨家專利嘅微膠囊化鐵原料，將鐵元素包喺微型膠囊入邊，隔絕咗金屬味，仲提升鐵嘅吸收率同生物利用率5倍，冇金屬味，唔刺激腸胃。舊式嘅鐵丸會令到難於排糞，係硬咗嘅但呢個產品就冇呢個問題，亦都唔會令你腸胃不適，讓補鐵變得輕鬆。呢個就係呢個冇色素，對身體冇負擔，食齋嘅人都可以食。補鐵嘅功能係包括協助紅血球生成，運輸氧氣去身體各部。邊啲人最需要補鐵生理期啦、懷孕啦、成長中嘅青少年啦、經常運動忙碌嘅人啦，同埋素食者都要植物性鐵。LipOffer 微膠囊鐵係溫和補充鐵質嘅安心選擇。呢個就係15mg 嘅每粒，呢個24mg 嘅。規矩都係第一包9折，第二包7折啦。呢個係我補充下啲血，係草莓味嘅，冇金屬味，高5倍吸收量，溫和唔傷脾胃，全天然，身體零負擔。呢個液體鐵。